他是身价千亿的霸道总裁，却在一场车祸后患上了情感障碍症。他会在众人面前羞辱女友，可随后就会为了保护女友和男人打架。阴晴不定的情绪让乔静受尽了苦楚。好在3年来女友的细心照顾，让他的情绪稳步好转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的出现抹去他所有的功劳。空降的未婚妻成了总裁的特别助理，这让公司上下一片哗然。总裁和乔静恋爱是人人都知道的秘密。就在昨天，顾妈妈逼着乔静和儿子分手，甚至开出了天价分手费。可乔静眼都没眨一下就拒绝了。不死心的婆婆这才把新经女安排进公司，美其名曰要培养儿子和新经女的感情，实则就是要逼走乔静。果然，新经女没让老太婆失望，第一天上班就给乔静一个下马威。她偷偷把乔静的文件扔在了垃圾桶里，害得乔静当众被骂。故意每次都是这样发泄完就后悔，赶紧给乔静赔礼道歉。明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会空出时间来陪你的。乔静听着故意的心跳声，立马没了脾气。正当她等着故意陪自己过生日的时候，故意被妈妈截胡去新经女家里商量婚事。虽然她很想陪着乔静过生日，但最终还是听从了妈妈的安排。也因为这次的失约，让乔静看清自己的内心。乔静递上了辞呈，她要彻底的离开这个男人。一个生日而已，补给你不就完了？错过的时间是补不上的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矫情？他本以为是乔静一时冲动，可没想到家里空空如也。乔静彻底从他的视线里消失，公司里故意的行程被新经女搞得乱七八糟。生活中他每晚都从噩梦中醒来，他实在无法忍受没有乔静的日子，于是他半夜主动找到了乔静。你打算闹到什么时候？你妈已经找过我了，你马上就要跟白云订婚了，你现在做这些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才明白乔静离开自己并不是因为没有陪他过生日，而是乔静知道了他的小算盘，一边想和新经女结婚，一边又不想失去乔静，这是所有女人都不能容忍的事情。乔静为了躲避他的纠缠，躲到了酒店，可没想到还是被故意找到。看着不知错在哪里的故意，更加坚定了离开他的决心。为了不让故意找到自己，他给眼镜男打去电话。自从眼镜男帮助了乔静后，他的公司就碰到了各种奇葩麻烦，甚至濒临破产的危机。乔静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是故意在背后搞鬼。为了不连累到眼镜男，乔静主动回到故意的身边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但我保证以后都会对你好的。眼看着订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，乔静亲手给顾意换上衣服。都到了这一刻，顾意还在口口声声替自己辩解，声称只把新经女当成妹妹，自己心里爱的人只有她。事情都到了这一步，乔静劝着顾意，婚姻不是交易，这是他给顾意最后的忠告。可惜顾意没能理解乔静的话。就在他转身离去的那一刻，乔静也离开了他们曾经的家。父母看到1年都没回来的女儿突然出现，他们知道女儿肯定经历了什么。怎么了？累了吧？累了就回家。没吃饭吧？回家，让你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面。这3年来，乔静真的累了。她以为回到了老家，顾意也顺利的订婚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她怎么都不会想到，顾意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商业联姻，正在满世界寻找自己。他是业内最年轻的千亿总裁，带领员工们步步为营，却唯独栽在一个女人手里。故意千里迢迢来找女友复合，竟然看到他的身边有了旁人。骄傲的他无法忍受乔静陪着别人有说有笑，一股脑的把心里的委屈全盘说出。你不是想让我一心一意吗？行，我为你退婚，你总满意了吧？我知道你是喜欢我，是爱我的，你找这个男人不过是为了气我。乔静这才知道故意为了自己竟然悔婚，可是到如今他再也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。乔妈妈看着有人欺负女儿，立马带着垃圾桶赶来，话不投机差点扣在故意的头上。妈，别跟他纠缠了，我们走。故意眼见着情敌进了乔静的家中，而自己却被妈妈派来了保镖盯上。好在一个小男孩行侠仗义救出了故意，没想到小男孩竟是乔静的弟弟。就这样他成了乔治的朋友。不到10分钟，故意顺利的来到乔静家的店里。本着顾客是上帝的宗旨，乔静用了很多辣椒放在汤里。这一幕被爸爸看到，爸爸果然是个明白人。面对女儿对2个男孩的态度，他立刻明白女儿心仪的是故意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不是一个阶层的故意正在被大家嘲笑。故意接了一个电话，立马炸开了锅。华谊那块地皮怎么样了？还在谈2个亿，超出去免谈。饭店里的顾客立马鄙视他吹牛都吹到天上了。乔治听到2个亿，立马数着手指头看看到底是多少钱。本来乔妈妈对故意就没什么好印象，这下好了，又加上一个吹牛的毛病，更是不待见故意。可故意为了能把乔静带回去，赖着不走。晚上2个大男人挤在一张小床上，故意一个大少爷根本受不了这种环境，他硬是要赖在乔静的房间里面。无意中看到了桌上的照片，乔静眼疾手快，赶紧收了起来。这个男人是谁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出去，出去！半夜乔静起来给故意点上了蚊香，这一幕被眼镜男看到，
眼镜男知道他输给了顾意。第二天，乔治带着蛋糕看到了顾意，从乔治口中知道今天才是乔静的生日。那这几年过的又是什么生日，成了他最大的疑问。顾意没有直接去问乔静，而是陪着乔静一起喝酒，他们彼此敞开心扉。顾意承认自己从前是想未婚妻和女友可以同时拥有的想法。自从乔静离开，他才明白自己爱的人只有乔静。面对顾意的真心话，喝多的乔静喊出了另一个男人的名字。刚刚赶走了一个情敌，这又来了一个苏卷。顾意立马想起了乔静房中的照片。醒酒的乔静知道事情还是瞒不住了，他决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顾意。男人发现女友的秘密，相恋3年的女友心里竟然装着别的男人，正要询问时却被女友赶了出去。可隔天女友又喊出了一个男人的名字，这下顾意可不淡定了，甚至一夜未睡。你不说，我可以查。女友眼看着瞒不住了，索性说出实情。顾意没想到真相让他伤心欲绝。这是我跟他第一次遇见的地方。4年前，乔静偶然碰到一群小混混欺负一个男生，他立马报警救下男生，从此2人成了好朋友。男孩约好考上大学那一天就向乔静表白，可他等了1天也没看到男孩的影子，等来了是男孩死亡的消息。当乔静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只看到医院里的一张心脏捐献协议，而同一天只有顾意做了换心手术。你换的那颗心脏就是他的。所以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这颗心。顾意终于明白，自己原来是男孩的替代品。乔静爱的终究不是自己，而是苏卷的心脏。失落的顾意回到家中，妈妈并未注意到顾意的情绪，而是一直喋喋不休地埋怨他，为了乔静竟然毁掉商业联姻的机会。听到乔静的名字，顾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继续跟那个乔静纠缠不清。别给我提他！痛苦的顾意想忘掉乔静，他每日以酒为伴，萎靡不振。另一边的乔静一直认为苏卷的车祸是有人精心策划，为了给死去的人一个公道。4年来，他一直在追查线索。当年我们也只查到了可能是顾先生得到了苏先生的心源，可再想深挖下去就没线索了。乔静本以为自己爱的人只有死去的苏卷。顾意出事了，你赶紧回来一趟。可听到顾意有危险的时候，他不顾一切地来到顾意家里。顾意，顾意，顾意！他发疯地想把顾意拉出水面，那种失去亲人的心痛再次袭来。好在顾意有惊无险，他紧紧地抱着乔静，求他不要再离开自己，哪怕是为了那个人的心脏也好。乔静还是离开了。现在的他不知道自己是爱顾意还是爱他的心脏，所以他无法留在顾意身边。顾意像着了魔一样一遍遍地拨打着乔静的电话，就连妈妈都看不下去了。为了帮助儿子忘记乔静，他把儿子关在房间里，可儿子依然忘不了乔静，甚至说的话都快把妈妈说哭了。这场面简直让人揪心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我的心在爱他。顾意实在忍受不住分离的痛苦，趁人不备跳窗跑了出去。可还没等找到乔静，自己就晕倒了。刚刚醒来就看到好友发来的信息，得知乔静回到了小院，他再次不顾虚弱的身体跑了出去。终于见到心心念念的乔静，顾意终于低头承认是自己喜欢他，也是自己需要乔静，甚至离不开他。乔静并没有被顾意的真情感动，反而非常冷静地劝着顾意。等你清醒过来，你就会发现，你这都是你的自我暗示。那我还需要多久才会清醒？顾意提出1年为期，他要向乔静证明自己是真心爱他，甚至提出要帮助乔静调查苏卷的死因。还没等乔静回答，顾意就晕倒在他的怀里。顾妈妈看到儿子又一次为了乔静进了急救室，举起手就要打他。乔静是我见过最霸气又讲理的女孩，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他不会主动欺负别人，但也不会被别人欺负。好在顾意脱离了危险，乔静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顾意本以为自己和他已经没什么希望了，乔静破天荒地答应他的建议，2人1年为期，1年内乔静不许谈恋爱，只能陪在顾意身边，而顾意要在这1年里证明自己是真心喜欢乔静，并在这1年里帮助乔静查出车祸的幕后黑手。苏卷跟我相撞之前，他的车子已经失控，乔静怀疑有人对他的车做了手脚。当妈妈再次询问顾意是真的要和白家退婚吗？这一次顾意没有犹豫，他终于明白婚姻不是买卖的道理，随之而来的代价就是被妈妈扫地出门。我妈停了我的职，断了我的卡，还把我赶出了家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无家可归。男人被妈妈扫地出门，他不但不生气，反而非常开心。我妈停了我的职，断了我的卡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无家可归。终于可以厚着脸皮赖在女友家里了。他以为的同居生活就是幸福的开始，可没想到他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同居第1天，为了赢得女友的好感，霸道总裁竟然当起了全职保姆，不但打扫卫生，还帮女友洗了衣服，甚至现学现卖做了晚餐，骄傲地等着女友回来表扬自己。在男人眼里是好吃的晚餐，洗干净的衣服，可在乔静眼里看到的竟是好好的衣服变成了抹布，厨房被弄得乱七八糟，这让乔静忍不住发火。顾意也很委屈，自己明明做了这么多事，结果被乔静说成是添乱。这一幕绝对是很多小情侣的真实写照。
他一肚子火找不到发泄口，正好看到乔静穿着一件男人的衣服。哪个男人给你衣服？又是那个小白脸。霸道总裁的醋劲立马上头，可他忘了自己还在考验期呢。乔静3下5除2把顾意赶了出去，顾意想起了自己当初是如何对待乔静。那都是因为项目。够了！他当时是不是很伤心？感同身受的他非常自责。早上乔静出门时看到顾意竟然在外面睡了一夜，他还是不忍心的给顾意留了门，还帮他叫来了好友。这让顾意知道其实乔静是关心自己的，于是他向好友讨教追女孩的经验，一句投其所好让他有了好主意。霸道总裁立马变成了兔子先生，本想给乔静一个惊喜，可没想到家里来了一帮人，竟然都是自己的员工，大型社死现场就这样出现了。你没看错吧？这是我能免费看的吗？终究顾意还是没明白，乔静要的爱情并不是一味讨好。早上顾意看到乔静在准备早餐，本以为是2人1人1份，没想到2份都被乔静带走。他跟着乔静的脚步来到了图书馆，竟然有了意外发现。这一刻顾意终于长大了，他要为乔静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一个玩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陪着他玩过山车，看着他伤心难过，乔静忍不住想要看看这个陪了他一天的玩偶人。当摘下帽子的那一刻，乔静彻底被顾意感动。4年前的今天，就是你准备向他告白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他和苏卷的初恋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这是他们同居的第21天，故意把乔静宠成了小公主。虽然做得很难吃，但乔静非常配合。眼见着自己就要转正的时候，闺蜜的到来给了顾意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。为了能把助农的鲜花都卖出去，顾意竟然大张旗鼓地表示，只要鲜花都卖出去，自己就向乔静求婚。这一消息引来了很多人的支持，现场临时用鲜花编成的戒指，就这样在大家的祝福声中，这枚不值钱的戒指见证了他们的爱情。这就是乔静要的幸福，不在意戒指的价值，而是她的真心。乔静把这枚戒指珍藏起来，回想着这些天顾意的变化，她开心地笑了。正当2人的感情再次升温的时候，顾爸爸突然回国，看来顾意的好日子是要到头了。他给霸总当了3年的助理，竟在相处中爱上了对方。他们的恋情很快遭到家人的反对，顾妈妈试图用钱来收买女孩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顾爸爸给他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当年顾爸爸和现在的顾意一样，也有自己深爱的人，可最终还是妥协，选择了商业联姻，声称豪门中根本没有真爱，所谓的爱情不过是利益的工具。正当女孩心灰意冷的时候，看到了在大雨中跪求父亲的霸总，这一幕感动了女孩。从此2人承诺这辈子绝不欺骗对方，一定要白头偕老。正在他们浓情蜜意的时候，女孩发现婆婆就是害死初恋的凶手。可霸总为了保护婆婆，对自己隐瞒了事实。乔静不能接受霸总的背叛，甚至认为他对自己的爱都是假的。你这段时间把我耍得团团转，然后怎么包庇你妈？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过你不会再骗我。他一刻都不想多待，立马逃走，却在电梯里碰到死去4年的初恋。这个曾经占据他整个青春的男孩没死。乔静悲喜交加，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。原来苏俊是个私生子，他和顾意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4年前他妈妈得了绝症，为了给妈妈治病，他和父亲相认，可没想到在去的路上发生了车祸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经是1个月后，妈妈早已离世。这对苏卷打击很大，以至于4年里没有勇气去找乔静。苏卷表示他回来了就不会再让顾意欺负乔静，可乔静不知道他再也不是从前的学长。苏卷以顾家长子的身份认祖归宗，立马担任公司的要职。而这一边的顾意被乔静赶了出来，可他低估了这个苏卷，看着顾意每晚都会站在乔静的门外，他直接撕破脸皮正面对抗顾意。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，你就是我的替身，现在正面回来了，你该退场了。这一幕被乔静看到，误以为顾意在欺负苏卷，2人在苏卷的挑拨下彻底分手。他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不死心的顾意再次找到乔静，求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可乔静的这句话让他不敢再纠缠。你现在这副低三下四的样子，只会让我瞧不起。乔静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心疼，老天竟然和自己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。2个大男人让他如何选择？就在顾意为了乔静在默默的流泪的时候，苏卷却在进行着下一步计划。我知道乔静是一个好姑娘，可是她帮不了你。顾家一直盼着白家，可见白家的实力啊，你要抓住机会。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，苏卷听从了老管家的话，故意制造机会接触上白云，就是那个被故意退婚的女孩。很快，苏卷的白月光形象得到了白云的青睐，他耍了点小手段，竟然和白云共度一夜。有了白云的帮助，他就有希望打败故意。刚一回来的苏卷立马找到乔静，亲手给乔静戴上了钻石发夹。这温柔的一幕让乔静有些心动，可没想到下一秒，苏卷为了打压故意，带着乔静来参加拍卖会，可随手看到白云就变成了舔狗。当白云问起他和乔静的关系时，他竟然说乔静只是他的学妹，因为蒋叔告诉过他，只有白云这样的家世才能在事业上帮助他。喝多的乔静被故意送回了家，压抑太久的情绪在看到故意的那一刻化解，他喊着故意的名字主动抱住了他，可第2天早上他却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甚至有了呕吐的反应。等她来到医院，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。乔静没想到自己怀孕的事情，竟然成了苏卷打压顾意的工具。女孩刚刚和霸总分手，就发现怀上她的孩子，没想竟遭到心机女的嫉妒。你以为凭借这个孩子就可以有恃无恐啊？你就可以嫁进顾家了？心机女是越说越激动，一把将女孩推倒，导致流产。刚刚失去孩子的女孩又被婆婆羞辱，声称这个孩子本就是个意外，她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。她的行为激怒了一个母亲，要为死去的孩子讨回公道。乔静带着满腔怒火大闹演奏会，当众揭穿了心机女的罪行。敢做就要敢当！滚开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心机女罪有应得，被警察带走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孩子的父亲才知道真相，原来乔静是意外流产。当天故意为了重新追回乔静来到她家，刚好看到乔静出门，于是他跟着来到了医院。从护士口中知道乔静怀孕了，知道自己要当爸爸了，他决定再次向乔静求婚。可等了一天一夜，乔静都没来赴约。等他焦急地赶到医院时，又被苏卷算计。苏卷故意在乔静的额头亲了一下，头脑一片混乱的故意误以为乔静是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孩子没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孩子没了，不正合你们顾家的意吗？是合了你们这意吗？刚刚失去孩子，又遭到女友的背叛，故意的心情跌到了谷底。这个时候，好兄弟竟给心机女求情。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一点都不顾吗？故意放出狠话，感动我老婆和孩子的人，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心机女的妈妈跪在地上求着乔静和解。失去孩子的母亲怎会为了钱出卖灵魂？然而乔静低估心机女一家的狠毒，那张和解书再次出现在眼前。一想到失去的孩子，乔静心如刀绞。她假意骗取了绑匪的信任，看准时机想要逃走，怎奈不是这几个男人的对手。就在生死关头，故意赶到。眼见双拳难敌四手，故意把乔静锁在车里，自己独自面对绑匪。故意身负重伤，他用尽全力看向了车里的乔静。乔静早已哭得肝肠寸断，好在警察及时赶到，故意用生命证明了自己对乔静的爱。可对于故意的妈妈就是个灾难。当他知道儿子又是为了乔静受伤的时候，儿子究竟是造了什么孽，才会遇上你这个灾星？这一次乔静没有还手，她也是当过妈妈的女人，非常理解顾妈妈的心情。在妈妈心中，孩子永远就是母亲的底线。故意顽强的求生欲让她再一次挺了过来。看着儿子刚醒来就在关心着乔静，而乔静一直在门外不住的流着眼泪。妈妈不忍再拆散他们，默默的同意了这对苦命的鸳鸯。故意对乔静的爱全都是细节。分手前，故意把乔静的手机开通了互找的功能。当他发现乔静的手机一直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未动时，就预感到不妙。于是他一边报警一边赶往事发现场。故意也因祸得福，二人解开误会，重归于好。那枚钻戒也顺利戴在乔静的脖子上。心机女的行为不但没有拆散他们，反而让二人更加恩爱。苏卷看着他们的感情日益升温，再次利用乔静来要挟故意。就这样，故意搞砸了项目，被爸爸责罚。他被下放到工地收拾垃圾，而苏卷顺利坐上总裁的位置。直到这时，乔静才看清苏卷的嘴脸。不管你怎么报复顾家，苏阿姨都不该是你的妻子。千亿总裁被哥哥诬陷，竟然沦为工地的搬运工，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。他不但没有抱怨，反而觉得是个历练的好机会。面对哥哥的嘲笑，监理的发难，故意不以为然。他把这一切当成是成功路上的磨刀石。乔静看到故意身上的变化，主动戴上了那枚戒指。故意不敢相信有钱有势的时候，乔静都不同意。如今自己身无分文，他却主动戴上了钻戒。他再三向乔静确认：“你知道戴上它是什么意思吗？”知道。故意的真心终于迎来了幸福时刻。不知不觉中，故意早已脱胎换骨。在和老工人的交谈中，他明白了人情世故。在忙碌的工作中，他发现了商机，并且要脱离家族的光环，自主创业。正在他打算辞职创业的时候，工地出现了安全事故，一名工人被运输垃圾的卡车砸断了双腿。事故原因竟然是因为地上的一块建筑垃圾导致的卡车翻车，而负责这个区域的正是故意。面对瘫痪的工友，故意很自责。苏卷终于抓到了故意的把柄，立马把责任怪在了故意头上，并且加油添醋的报告给了顾爸爸。以他对儿子的了解，故意怎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？故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疏忽了？乔静也觉得事有蹊跷，故意带着工友们在工地展开排查，结果发现卡车的轮胎严重损耗。通过和工友们的沟通，故意怀疑是因为车辆严重超载导致的翻车。故意带着工友冲进了办公室和苏卷理论，关键时刻受伤的工友赶来证明。出事那晚只有2辆车，每辆车都超了4成。第一辆车的砖头杠了一下后面的车，第2辆车的车厢又太重，就那么翻了。终于真相大白，故意也洗清了冤屈，心情大好，到中午都在浇花。顾妈妈赶来看到了儿子这么开心，接着又吃到了儿子做的菜。如今儿子的变化让她刮目相看，既心疼又安慰。听到儿子要和乔静一起创业，顾妈妈表示支持。正在一家人高兴的时候，接到了顾爸爸病重的电话，
等赶到家的时候，怎么样了？顾董的癌细胞又扩散了。看到了陌生的医生，他警觉的想让顾爸爸换回以前的医生，却被顾爸爸拒绝。乔静劝着顾意进去看看爸爸，顾意怕若爸爸生气，只是在门缝里看了一眼，没想到这成了他们父子的最后一眼。当从苏卷的口中得知顾意要创业的消息时，虽然嘴上说着不自量力的话，可脸上却露出了笑容。眼看着顾意的事业要重新扬帆起航，乔妈妈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。我是顾意的妈妈，我叫方佩。顾意的妈，顾意的妈。想当初乔妈妈对顾意就没什么好印象，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干活，现如今两个妈妈交上了劲。咱们家可高攀不起。我没嫌你们家小门小户的，你倒反而摆起架子来了。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眼看着要吵起来了，顾意赶紧劝妈妈回家。乔静也劝着妈妈，顾意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希望妈妈能重新认识一下顾意。这下家里多了一个丈母娘，可热闹了。那我就在这儿多待几天，重新认识顾少爷哈。千亿总裁带着妈妈来提亲，却被身无分文的丈母娘嫌弃。反正我们小门小户的不稀罕。可为了儿子的幸福，豪门出身的婆婆竟然和大老粗丈母娘拼起了二锅头。我先干了，我先干的，我又先干了。眼看着婆婆甘拜下风，她立马拿起酒瓶要一饮而尽。阿姨，你别管！不得不说，女人当了妈妈后，为了孩子什么事都敢尝试。几杯下肚后，二人的画风不再是针锋相对。原来天下的妈妈都有一个共同心愿，孩子的幸福就是妈妈的头等大事。就想让他找一个疼他、爱他男的。我们家儿子为了你家女儿，他连命都不要啊！丈母娘终于同意了他们的婚事，二人苦尽甘来得到了家人的许可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顾爸爸昏迷不醒，可奇怪的是不让任何人探望，直到最后一刻，顾妈妈都没能看上丈夫一眼。顾爸爸离世后，顾意哭得像个孩子，后悔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后悔自己没能尽到儿子的责任。然而再多的眼泪也换不回顾爸爸的笑容。像顾家这种大户人家，更多人关心的肯定是遗产的问题。当律师宣布完遗产后，顾妈妈不相信公司都留给了苏卷，顾意和其他人一样，只分到10%的股份。顾妈妈当场清验遗嘱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苏卷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故意接受父亲的安排，在遗物中竟然看到小时候被自己砸烂的玩具，没想到父亲却把它当宝贝一样收藏起来。当顾意把玩具拼完后，竟然发现多了一块，而且上面还有数字，于是他们猜测可能是密码。顾妈妈首先想到的是保险箱，可没想到父亲的保险箱早就被苏卷搬到了公司，在苏卷的监督下打开了那个0407的保险箱，里面空空如也，这让顾妈妈有些失望。他们再次找到律师，律师是跟了顾家20多年的老人，他对遗嘱的分配也有些怀疑，怎奈遗嘱是顾爸爸亲自交到他手上的，找不到任何问题。这时律师想起一件事，0407的保险箱最后一次存放的是一幅画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乔静。乔静带着奶茶来公司看望同事，趁着大家去开会的功夫，终于找到了那幅挂在墙上的画，画轴里掉出一个存储卡。就在苏卷就职的会议上，大屏幕放出了顾爸爸的视频遗嘱。果然，顾爸爸把公司留给了顾意。爸爸在临终前说出了心里话，原来顾意一直是父亲的骄傲，原来顾意被下放到工地是父亲的暗箱操作。父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，在临终前要让儿子体验一下失败的感觉，没想到儿子的表现让他欣慰。苏卷没想到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就连律师都找不到破绽，竟然栽在了顾意手上。他把顾意约到了天台。你们一家团聚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和我妈？他要和顾意同归于尽。就在关键时刻，顾妈妈和乔静赶到，让他冷静一点。原来苏卷一直有个心结，认为当年的车祸就是顾家所为，直到顾妈妈说出真相。是我当年鬼迷心窍，我才让姚顺德去阻拦你。我不知道姚顺德会对你的车动手脚，要不是因为他撞了你的车，你早就死了。如果不是医院刚好匹配到心源，他也早就死了。顾意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母亲的死和自己的车祸和顾家人无关。苏卷指着所有人，你们都没错。谁来为我妈的死负责？顾妈妈跪地求着苏卷不要伤害顾意，可此时的苏卷早有悔意，一路走来为了报仇，他伤害太多的人，而如今却变成笑话。苏卷想自我了断，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了。哥，顾意的一声哥让苏卷悔不当初。顾妈妈看了顾爸爸留给她的视频，顾爸爸承认这辈子辜负了顾妈妈的爱，最后希望她能够接纳苏卷。顾妈妈以为这辈都不会原谅丈夫的背叛，可没想到一个道歉打开了这么多年的心结。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哭得肝肠寸断，如果道歉能够早一点该有多好。顾妈妈决定原谅苏卷，不再追究她的法律责任，苏卷却选择自首。公司终于走上了正轨，顾意把公司交给了二叔，自己和乔静带着他们的得力干将去打拼属于年轻人的新天地。可婆婆的一个电话吓得二人脸惨白，没想到婆婆给了二人一个惊喜。妈妈掐指一算，今天就是领证的黄道吉日。我们领证去。